大人，这地太邪门了，硬如云铁，黑如墨汁，极北古寒之地，怎会有这种大陆？难不成咱们误入了阴曹地府不成？放屁！李烨那个废物早就该烂成一堆白骨了，这定是某种障眼法。传令下去，继续向前。殿下，前方铁轨和平交道口上有一群人拦路，看穿着像是京城来的。不用停死，速度降到20码。得嘞。妖兽，这是上古妖兽，他吐烟了，他眼睛在发光，跑啊！妖孽退散，退散啊！我叫李烨，大前废太子。3年前我被流放极北冰域，随行的只有1万死囚。他们以为我会死无全身，却不知我是带着工业图纸穿越来的顶尖工程师。3年已过，工业已成。今天我的火车正式通车，而朝廷派来收尸的钦差也刚好到了。哪儿来的不长眼的，活腻歪了吧？敢挡我运煤的掌轨，你们是想被碾成肉泥吗？放肆！本官乃大前圣上亲封钦差首辅，我奉旨在幽州全郡巡查，你还不赶紧让这机关兽退下！钦差在这幽州地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们的工业专车让道。你知不知道你让火车急刹车，浪费了多少的蒸汽压力，耽误了殿下12号高炉的炼钢进度？我把你那500头兽马全塞进锅炉里当煤烧了！你大胆，反了！那条黑色的硬汉鹿是什么？这头钢铁怪兽又是什么鬼东西？那个殿下，难道说的就是被流放的李烨？大虎，跟将死之人废什么话呢？秦大人，别来无恙啊！看来我这幽州的风水养人，连你这种老骨头都能在这铁轨上给我刻这么大一个响头了。你李烨，你居然还没死！大虎，通知后头的调度站清空平调道口。至于钦差大人，让他自己用腿走到岭东城吧。希望他的2条腿走得能比我的火车快一点。遵大当家令。3年前就是他亲自押送我出京，一路上极尽折磨嘲讽，他大概做梦都想不到，3年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重逢。大人，刚才那冒黑烟的铁马，当真是废太子弄出来的？莫不是他在这极寒之地拜了邪神吧？蠢货，闭上你的嘴！天下都是大钱的，什么精怪邪神，统统不过是奇技秘效的障眼法。在这大雪纷飞的幽州旷野里，这条路上竟然没有丝毫积雪，而且路面没有任何车辙印，走在上面甚至能感觉到极其微弱的余温。快点走，本官倒要看看李烨那个废人在前面到底弄出了个什么妖异的假象。那是无垢琉璃，那是皇家御用的极品至宝，哪怕是当今圣上的寝宫，也就是窗棂正中间镶嵌了巴掌大的一小块。可在这儿，在幽州，在这个被视为垃圾场的流放之地，竟然挨家挨户按几尺几丈的大小拿来糊窗户，这不可能，这绝对是幻觉！哪来这么多琉璃？他把天条都给捅破了吗？大胆！钦差大臣秦风奉旨代天巡游，速速让李烨滚出来跪应圣旨。我说怎么今天城门口有股子臭味儿？
原来是京城里的人跑到咱们岭东城来要饭了。回去告诉你主子，临东城的规矩，外乡人进城一律排队，没城主手令，谁敢硬闯，我手里的黑火花枪可不认得你。你敢称圣旨为废旨？放肆，找死！这是什么妖法？什么妖法？我管这叫众生平等棍。秦大人，收起你那套耀武扬威的臭规矩。在我们殿下眼里，你们京城这帮软骨头什么也不是。别说废话了，城主有令，放这帮叫花子进城。记住了，进城后别乱摸乱看，要是弄坏了我们城里的一块琉璃，把你卖给西域商人都赔不起。那帮蠢货把我扔到这个天寒地冻的鬼地方，原本是想让我冻死饿死，可他们这群连发酵和光合作用都不懂的人，怎么可能理解什么叫温室气候模拟和现代化无土栽培？殿下，这老狗非要硬闯，兄弟们看您之前交代过让他们进来，就没开枪射他膝盖。无妨，关上门，别把我屋里的暖气放跑了。是。西瓜，在这滴水成冰的幽州腊月，你居然在吃西瓜！李烨，你这天字第一号的逆贼，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城外那些冒黑烟的铁怪物，还有这些琉璃神物三伏夏果，定是你用祭祀邪神换来的，你简直罪无可恕！秦首府，是不是脑子里被血水浸傻了？我幽州百姓现在顿顿有肉吃，家家有煤烧，孩子还能上学堂。你那只眼看到我用祭祀邪神了？你休要狡辩！李烨，你忤逆天道，私造妖物！我乃奉圣旨而来的钦差，圣旨在此，如圣上亲临。你这废人，还不立刻从椅子上滚下来，给我双膝跪下接旨！你敢抗旨不跪？你大胆！这是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废太子李烨，流放幽州期间，不思悔改，勾结妖邪，意欲图谋不轨。今念其手足之情，赐毒酒一杯，留尔全尸。钦此，玉玺命钦差带回。李成啊，李成，3年了，你还是这么自大又愚蠢。这布料倒是不错，上贡的苏杭丝绸吧？就是字写的太丑了，李成这草包的笔迹还是一如既往的像狗爬。反贼！你个大逆不道的疯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拿下他！冥顽不灵。秦首府，别激动，收尸得有个收尸的规矩。既然你大老远跑来要我的命，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能要人命的东西。走吧，别跪着了，我带你去看看大前王朝这天是怎么被我这群泥腿子彻底翻过来的。
李业，你别得意的太早。本官承认你在幽州弄了些极其诡异的奇技琴窍，能震慑一二，但那又如何？这天下是户部的天下。你幽州不像雪，屋子里热得发邪，能活几个士兵？但你能活全城百姓吗？大钱的命脉在粟米和银盐，你这极北公土根本种不出半粒粮食。朝廷已经断了你们3年的粮盐，只要圣上一道封锁令，不出3个月，你那些能发火光的铁管子能当饭吃吗？饿死的人才是你幽州最终的下场。你们看什么看？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秦首府真是忧国忧民啊！既然你这么操心我幽州百姓的肚皮，大蟒备车，送秦大人去城郊南区的宜区生态园。这是什么怪物巢穴？带他们进去看看咱们的怪物巢穴。秦大人，请进吧，看看这能把你噎死的地方。这是何物？玉米？不可能！这玉米怎会长得如大树一般高大？别急着惊讶，那只是义七区的普通口粮。那叫土豆，这玩意儿抗造得很，亩产大概也就是5000斤吧。我这南区有整整10万亩大棚，亩产5000斤，10万亩。大钱最好的江南水田，风调雨顺的一整年，亩产也不过300斤啊！绝口不提天道，严冬长生，此乃违逆天道！放你的天道臭屁！你们京城那些当官的天天讲天道，天道连口饱饭都不给我们吃。如今我们城主大人在这天寒地冻搞出了这恒温大棚，搞出了极品化肥，我们有吃管够的白面米饭，城主就是我们的天道。你看看！瞪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大钱百姓吃的黑胡黄杂质极多的粗盐还极其昂贵，就算是我家里吃的还那种发灰的青盐，用天宫仙盐喂骡马。秦大人，你不是说3个月就能饿死幽州吗？回去告诉李成，哪怕城里的人放开肚皮天天吃肉吃精米，也足够吃上100年。倒是你们朝廷，若是我这儿断了那些运往江南的私盐和粮草代理商，不出1个月，大钱的经济就得崩盘。你拿什么跟我耗？5000斤，极品精盐喂马。要打碎封建权贵的脊梁骨，光让他们吃饱饭的炫耀是没用的。大蟒，看来咱们的钦差大人不仅胃口不好，眼界也有些狭窄。送他去北区，他不是一直惦记着朝廷那点破铁筷子吗？让他开开眼。是，殿下。这些工人全是被流放的死囚战俘，现在他们是新时代的螺丝钉。大前朝廷有一支引以为傲的铁浮屠重骑兵，号称人马巨将，对吧？是，又如何？我大前的最好的仗兵，由千锤百炼打造的柳叶铁甲，刀枪不入。哪怕你有粮食，也敌不过10万重甲摧城。千锤百炼，真好笑。看好了。放！
是神力在挥锤吗？秦大人，看见了吗？那是我们昨天半宿的产量。大田全国所有的铁匠铺加起来一吐血砸一年，哪怕连饭都给融了所造出来的生陶块，还不够咱们这座厂5天的量。他竟然把这比金子还贵的铁片子，像造大白菜一样成吨堆在那儿生锈。大钱王矣，大钱完了！这是神罚，这是造物主在造反。好了，大猛，把他扔出城去吧，把这里看到的一切带给李成那个草包看看。顺便说，这幽州这皇宫里的地界我住的挺舒坦。对了，如果他不服，或者想要这些技术，随时带着他引以为傲的禁军来。殿下，就这么放那条老狗回去，岂不是暴露了咱们所有的底牌？李成那个杂种如果真的狗急跳墙，哪怕用尸体填，恐怕也会倾巢而出。咱们的步枪可还没做到全员换算啊！怕什么？我之所以放他回去，就是为了让他彻底急眼。李成乃安逸了，大钱也腐朽太久了，打碎几个刺客或者暗卫有什么意思？我要的是把他们那高高在上的权威，连同他们引以为傲的大钱，在全天下人面前正面敲得粉碎。殿下，北少所加急加密汇报，出大事了！怎么了？北地狼国那个号称有50万铁骑的野蛮人帝国，30万重装铁骑昨天夜里突然扣关，大前的北方线第3个时辰就被全线击溃。他们的前锋部队没去抢夺中原粮仓，而是直接改了路线，冲着我们幽州来了。是他们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说幽州有一座怎么也吃不完的粮仓，和们的30万主力军距离岭东城不足600里了。好啊，北地狼国30万铁骑是吗？正好愁咱们下个月12个进高炉没有足够的壮丁挖矿呢。30万免费的优质战俘劳动力自己送上门了，去通知各个兵工厂取消休假，全城进入最高战争状态，大炮该上膛了。陛下，他们有仙术啊！琉璃湖窗，鹰眼喂马，亩产数千斤的鲜粮。好啊，趁这大好皇兄定是挖到了什么前朝修仙者的遗迹，这些奇珍异宝，这些夺天地造化的秘方，统统都应该是属于朕的。秦风满脸恐惧提到的能喷火杀人的黑色铁管和瞬息间砸把精铁的怪物，则被李成和朝廷里那帮酸腐的文官自动屏蔽了。他们认为火枪撑死不过是射程远一点的暗器罢了。传朕旨意，命龙武大将军赵翰即刻点齐2万大内禁军精锐，带上最精良的工程器械，立刻北上幽州，以图谋造完之罪，给朕接管岭东城。末将领命。记住，无论是粮食、琉璃还是盐方，一样都不许少的给朕拉回京城。殿下，李成这小子真是想瞎了心了。2万拿着破铜烂铁的禁军也敢来咱们这儿，要不要我带火枪营出去吓吓他们？不急，就凭大前那种落后的后勤系统，2万人走到幽州还得10天8个月。给前线防卫营下令，等他们到了城下再打。我要让这些所谓的皇家精锐连我们的城墙都摸不到就彻底崩溃。殿下，北境急电，北方线彻底崩了，前线12州没了。说详细点。北地狼国30万大军倾巢而出，大前朝廷原本存在边境的8万守军，北方线彻底崩了。北地狼国30万大军倾巢而出，大前朝原本屯在边境的8万守军，而朝廷的援军呢？李成怕死，不仅没有派一兵一卒上前线支援，反而下令沿途州府紧闭城门，死守不战。这等于把边境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全都出卖了呀！大前的根基都被李成败光了。那老百姓呢？全在逃亡。南方京城的道路被朝廷封死不让进，数以10万计的难民只能拖家带口，迎着暴风雪往咱们幽州逃。而在难民潮的后面不到600里，就是北地狼国的主力大军。传我的最高作战指令：第一，立刻打开灵东城外围的3座1级钢铁避难舍，把库存的100吨压缩饼干和抗寒嫁衣全部推出去。放南方进外城，有1000放1000，有10万放10万。一边
是朝廷自己派来准备抢劫我的2万皇家庆军，一边是带着30万主力，意图踏平幽州、夺取一切的北地狼国，而在中间还夹杂着几十万快要冻饿而死的无辜难民，这简直是一个地狱死局。第二，拉响全城1级战斗防空警报，第1防卫营和第2狙击连立刻进入1号城墙的射击战壕，不需要节约子弹，把兵器上库存的那几百发子弹全给我搬上城头。第三，李成既然那么想看看我幽州的家底，那我就先拿他的人开刀。将军，过了这断魂关，不出1日便是幽州临东城了。秦首府说那城里有如山高的金矿琉璃和吃不完的鲜粮，兄弟们这一路风餐露宿，就等着进城好好接管一番了。秦风那条烟狗被几声火药炸响给吓破了胆，满口胡言乱语，什么精盐喂马，什么一锤砸扁百炼钢，不过是废太子雇了几个西域戏法子糊弄他的障眼法罢了。我堂堂大前天威，2万禁军在此，就算李烨真是神仙下凡，老子也能把他射成刺猬。传令下去，全军从速前进，先入城者赏黄金100两，官升3级。殿下，真不让兄弟们下场厮杀一番解解气吗？这群王八羔子，狼国打过来的时候他们龟缩不出，跑来抢自家老百姓的粮食倒是积极的很。我带第1大队冲下去。胡闹！用人命去拼冷兵器，那是野蛮人的打法。我费尽心血搞出工业流水线，为的可不是让你们去体验刀口舔血。1号防线全体注意，我是李烨。别忘了你们训练时的条例，我们的目标不是杀戮，而是摧毁。我们要摧毁的不仅是他们的肉体，更是他们对这层废铁装甲、对皇权暴力机制那可笑的傲慢与自信。放他们进500米火线，听我命令，鸣枪，警告射击。遵大令，孙大当家司令。将军快看，前方有几百个连盔甲都没穿的流民拦路，手里连把像样的刀枪都没有，就拿着些烧火棍。那定是废太子手下的死囚，不知死活的东西也敢拦截王师！前排铁盾兵结阵，直接给本将军躺过去！开火！怎么回事？妖法！是妖法！第2轮齐射准备，放！不可能！这是天罚神雷！大炮，是红衣大炮！不对，红衣大炮哪有这等射速？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赵将军，这2轮射击只是我幽州给各位的一点打招呼用的冷烟花，回去告诉李成那个废物缩头乌龟，如果他的人敢再往前半步，下一轮次瞄准的就不会是盾牌，而是你们2万人的脑袋。限你们1炷香内滚出幽州地界！快跑啊！妖术会喷火筒的妖术！赵将军，你还有心思管幽州？大钱要亡了！北地狼国的30万主力铁骑根本没去管幽州，而是分兵10万，闪电般绕过了极北，直接南下突袭了京都屏障。什么？那圣上这是去哪儿？为何不去坚城死守，等秦王之师啊？守？拿什么守？圣上听闻狼国大军到了，秦风秦大人觐见，
说幽州有逆贼李业搞出来的吃不完的精粮和坚不可摧的怪异城墙。圣上便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称天子西筑避险，直接弃了满城百姓和皇都，带着我们要去幽州避难啊！赵汉，你这狗奴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护驾，护送朕去幽州！李业是朕的亲哥哥，他难道敢弑君不成？只要朕进了那座传说中的琉璃城，朕就大发慈悲，赦免他。大汗，我们的智侯已经摸到了幽州外围，大前的那个废太子并没有逃走。哦，大前的皇帝像只耗子一样弃都逃跑，这个被流放的废物太子骨头倒挺硬。说说看，他那有什么值得我大军偏离路线去抢的？大汗，我们在外围亲眼所见，那里没有冰雪，他们有一种黑色的石头路，战马跑在上面如履平地。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城外有几十个巨大无比的琉璃色罩子，里面长满了比人还高的粮食。我们还看到他们的马竟然在舔食比雪还要白的颜料，而且据大前的人说，那个叫李业的废太子手里掌握着一种能瞬间把铁块砸扁的妖兽之法。不用打冬草，就能在雪地里长出粮食的琉璃罩，比雪还白的白岩，还有能碾压钢铁的宝物。长生天保佑！这是长生天赐给我完颜洪雷主宰天下的绝世聘礼。传我的王令，30万勇士调转马头，放弃追击大前那个连家都不要的懦夫皇帝，全军向北，直扑幽州领东城。城破之日，都是我狼国勇士的囊中之物。那个叫李业的废太子若是识相，本汗留他一条死命给我造铁器；若是不识相，我要整个幽州寸草不生。殿下，第一、二火枪营的5000兄弟已经全部进入预定掩体，152流炮阵地也已经调整好了诸勤参数。就是这30万人，咱们的弹药库真能兜得住吗？大猛，记住，工业时代的战争和古代的冷兵器割草是两回事。30万人挤在一起冲锋，叫密集阵型，强行送人头。他们人越多，我的炮弹落点产生的边际效应就越好。城上的大前懦夫，听着！我大狼国30万勇士已经包围了你们。长生天告诉我们大汗，你们这里有妖术变出来的鲜粮和琉璃宝物。大汗有令，现你们立刻打开这古怪的关隘，将这城里所有的宝物、工匠和女人全部奉献给大汗的帐窗。至于你，那个叫李业的废太子，大汗说了，如果你愿意乖乖从那奇怪的高台上爬下来，爬到大汗的马前，舔干净他马靴上的血水，大汗可以仁慈地赏你做个大狼国的总管；否则，只要大汗的马鞭挥下，30多万铁蹄会让你们这破城鸡犬不留。选吧，大前的软骨头，老子先崩了他的狗头！别急，别急，大猛，两国交锋，不斩来使，杀个跑腿的。不仅浪费我一颗子弹，还嫌我们格局太小。听好了，传口信的蛮狗，低头看看你手上的那个东西，这叫机械表，里面那根走得最快的针，走一圈为1分钟。这块表上的发条还能让这些针继续走半个时辰。你替我将这句话带给完颜洪雷，我看中了现在你们所占的那片广阔雪原，那里很适合作为明年第一批春小麦大田的实验基地，而我正在考虑应该用什么肥料来改善这里的冻土地质。当这块表最细长的那根针停止走动的时候，就是这半个时辰的最后期限。
如果完颜红雷在这期间还没有率领他这30万人从这片大地上滚出我的视线，那么我就把你们这30万人，连同你们胯下的战马，全部变成我幽州这片陆土下肥沃的农家肥。还不快带着我的话去给你们大汗挑风水？放肆狂！通知全体防卫营关闭保险，子弹推进枪膛。大猛，属下在，让后面的炮兵给出参数，标志300。通知爆破连，将雷管电容充满电。今天，我要让这些不知好歹的古代蛮顽人见识到属于钢铁与爆炸的诸神黄昏。他要把我们30万狼国将士变成他地里的农家肥！大前那群软骨头，竟然敢在我们的弯刀面前说出如此狂妄之言！他在求死，他在侮辱长生天！雷响所有的战鼓，命令前飞5万铁骑，立刻给本行发起全线冲锋！不要活口，不要俘虏！我要让那条防线里所有的前狗全部变成我们战马蹄下的肉泥！我要让那个口出狂言的废太子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把这不可逾越的天线给生生踏平的！杀！他们踩进预定防区了，殿下，是否火力全开？我说过我要拿他们来改善前方的冻土层，这种事情光靠步枪子弹是一枪一枪打，效率太慢了。工兵营的重压引爆线接的怎么样了？报告殿下 ，B4 区域大型雷场串联电容已充能完毕，只要拉下闸门，即可引爆。很好，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战马铁蹄下覆盖的那层看似无碍的厚厚雪法下方，早已埋车了数十吨我刚研发出来的 TNT。时代的车轮转动的时候，300米是不会给旧时代的灰尘打招呼的。全部引爆，送他们去见他们所谓的长生天！发什么呆？雷区爆炸只是打乱了他们的先锋阵型，后面的主力部队和漏网之鱼，不能让他们靠近咱们辛辛苦苦修的水泥墙。通知1号防线火枪连，按照训练演习，第1排趴下，第2排蹲姿，第3排站立。保险打开。5万人没了。那一定是天降妖火，长生天抛弃我们了！不，那绝对不是长生天的惩罚，那一定是李烨那个恶魔制造的某种雷震子暗器。稳住，后退者斩！弓箭手阵列上前，没法打呀！我们的弓箭手最远只能射150步，可是敌人的那种连发火雷，在300步外就把我们的神射手撕成碎肉了。我们连看清敌人长什么样子都做不到，怎么打？那我们就耗死他们！那城池不是没墙吗？本汗实力下营，困死他们，把所有的水源都掐断！殿下，他们的后续主力没有溃逃，他们想困守油波，还在用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思维。他们以为10里地除了飞鸟和神仙就没人打得到他们了吗？对于一门身管长度超过42倍道的152毫米重型榴弹炮来说，连满格装药都用不上。
充其量只是一次打靶热身。所有炮组注意，炮兵群已满编待命。看地图，标尺参数。敌方军那根挂着狼头大臂的图腾柱，完颜红雷以为他不冲锋我就杀不了他，给我用绝对的口径敲碎他那一丁点可笑的幻想和帝王骄傲。全炮齐射，3发寄速射，我要那根木头连同他帐篷去方圆2里，寸草不留。遵命！天上有黑点，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保护大海！停止射击！他们跪下了，他们举白布了，30万不可一世的铁骑就这么被咱们几千人打得跪地投降了，咱们赢了，殿下！打扫战场去吧，别浪费了那些上好的无烟煤和炮弹。吩咐下去，将完颜红雷那个倒霉蛋押解进城。不过，在进城前，先把这周围的这些血扫好。殿下为何还要扫血？那群浩浩荡荡的大前逃跑大部队也该抵达这个终点了。扫雪不是为了迎接他们，而是因为我的鞋脏了，该好好和你们这对大前的天子与朝堂清算一下新时代的律法了。那是完颜红雷，他怎么跪下了？北狼国的大军呢？皇兄，皇兄，好皇兄啊！你救了朕，你救了大前啊！朕就知道你才是大前的定海神战。皇兄，当年都是奸臣蒙蔽了朕，朕其实知道你在这造仙境，是故意让你享福的。只要皇兄肯护朕周全，赐朕几座那种有暖气和琉璃的大宅子，让朕不再提心吊胆，这皇位朕不要了。这大前的江山，这传国玉玺，即日起就是皇兄您的了，万万岁！完了。我以为你们大老远跑过来，能给我这幽州建设提点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考了半天就是为了送一块石头给我。皇兄，你这是何意？这可是大前的江山啊！江山？李成那装满江湖的脑子里，所谓江山，就是你们屁股底下坐着的那把烂木头椅子和这方破刻章吗？你信不信？你拿着这块破石头去城外那几百万随时会冻饿而死的难民堆里，连半个馒头都换不出来，它能挡住严寒吗？它能炼出钢铁吗？它能打碎北狼国的马蹄吗？大钱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换了件黄衣服重新坐回那张破龙椅的新皇帝。我不杀你李成，这皇位也就是那个天天要看奏折批些毫无意义废话的马桶，你继续去京城坐着吧，我不稀罕。但你们给我记住了，从今天起，你们这群人，只要我这幽州的高炉需要铁矿，你大钱哪怕是把家里做饭的铁锅砸了也得给我送过来。这天下的规矩从今天开始，不再是由你金銮殿上的嘴说的算，而是由我幽州1400个征集系活塞的动能，由12门榴弹炮的口径说的算，听懂了吗？殿下，咱们去哪儿？去前线铺铁轨，打通西边最大的露天煤矿。这烂透的天下，该让它彻底翻篇了。